MR5BT 给我们配备了3根线缆和2个减震垫，还有一份说明书和保修卡。这一根是 RCA 输入的连接线，可以连接耳机插孔和 RCA 输入。你也可以把它们反过来，把耳机插孔插在 AUX 输入，然后把莲花插头插在投影仪或者电视机的 RCA 输出。长度差不多170厘米。这根是副音箱驱动的信号线，插头和插座有防插反设计，长度差不多250厘米。线材我感觉还是比较粗的，外径有 5.7 毫米。这根是主音箱的电源线，主音箱这边用的是8字形连接器，长度差不多182厘米。这2个是海绵的防震垫，防震垫的侧面是一个梯形，薄的这边大概13毫米的厚度，厚的这边大概34毫米的厚度，可以让音箱上扬的角度达到5度。来看这里，标注了它的工作电压是交流100到240伏。这个表是 MR5BT 消耗的功率，这个表是 MR5 现在的输入电压。注意观察这个指示灯，还有输入电压50伏。看 MR5BT 的指示灯亮了，这应该是它的临界电压，我们还是稍微调高一点。55伏，我们播放一段音乐试一下。可以正常工作。直接把电压升高到了255伏。也可以正常工作。现在的电压还是257伏。现在开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有 3.8 瓦、3.9 瓦。关机。关机以后，它的待机功率降低到了 0.4 瓦。把电压降回到55伏，可以看到这个电压下的待机功率是 0.5 瓦。开机。开机以后的待机功率是 3.8 瓦，和刚才是一样的。这个实验得出一个结论 ，MR5BT 它的工作电压可以在交流55伏到交流255伏都可以正常工作。在关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是 0.4 瓦，开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是 3.8 瓦。现在 MR5BT 已经在正常音量下保箱了72个小时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热情况。我这里现在气温25度，可以看到右声道是明显发热的。主音箱的左侧温度要高一点，最高的位置有 31.1 度。主音箱的右侧也是温度比较高，最高的位置有 30.6 度。主音箱的背板温度是最高的，最高的地方有33度。主音箱的顶部只有偏后的位置有一点点发热，所以在音箱的顶部放一些摆件还有书籍是不会影响它散热的。实际摆放的时候，2个音箱的左右两侧还有后面尽量留出20厘米的空间，有条件还可以尽量多一点。除了给主音箱散热以外，就是给两侧的低音扩散孔还有后面的导向孔留出适当的空间。MR5BT 有2个颜色的选择，黑色和白色表面都是相同的磨砂质感。通常有专业使用属性的器材都只有白色和黑色是主要选择。这是 MR4， 这是 MR3BT， 这是 MR5BT。3和5的外观设计是很相似的，而且颜色搭配也很相近。但是这次 MR5BT 在高音上面加了一个黄金眼，在美感上是有加分的。这是 MR3BT 的多功能旋钮，这是 MR5BT 的多功能旋钮，旋转的段落感明确，声音清脆，而且还加了滚花工艺。MR3BT 是2个扬声器单元，MR5BT 是3个扬声器单元，还有一个在箱体内部。
这就是 MR5BT 为什么比其他两个大很多的原因。主音箱的重量有 5.3千克，副音箱的重量有 5.0千克，箱体的高度有265毫米，箱体的宽度有154毫米，箱体的纵深有258毫米。MR5BT 提供了5种输入方式，唯一一个无线的数字连接是蓝牙 6.0， 是获得了无线 HiRes 认证的。前面有 AUX 模拟输入，后面有 RCA 模拟输入，还有2路专业信号输入，而且这4路模拟输入也获得了 HiRes 认证。官方资料说，这5种输入方式的最高频率可以延伸到40千赫兹。40千赫兹大多数人是听不到的，而且视频平台也会压缩过滤掉40千赫兹的声音，所以想要验证它，只能另辟蹊径。幸好我的录音机也支持 HiRes， 可以录到40千赫兹。这个插孔是话筒录到的直出信号，把它直接传输给示波器来显示。现在是蓝牙连接，默认情况下它的小金标是没有点亮的，必须把 LDAC 的采样率设置成 96K。 好，现在小金标点亮，我们试一下。注意看电平表还有示波器，播放，暂停。看这个正前波的频率是40千赫兹，现在确定蓝牙可以播放40千赫兹，断开蓝牙，连上小尾巴，输出模拟音频，连接前面的 AUX 输入，播放，暂停，波形也是40千赫兹。现在换成 RCA 输入，播放，暂停， RCA 也可以播放40千赫兹。现在换成 TRS 输入，播放，暂停， TRS 也可以播放40千赫兹。现在换 XLR 输入，播放，暂停， XLR 输入也可以播放40千赫兹。这个实验验证了 MR5BT 高音确实可以延伸到40千赫兹，符合 HiRes 的认证标准。在箱体的背面有2个旋钮，可以对高音和低音进行提升和衰减。高音的中心频率是10千赫兹，低音的中心频率是125赫兹，提升和衰减的幅度都是6个 dB。我们播放这个125赫兹的音频来测试，用示波器来观察。先测试监听模式，衰减6个 dB， 回中，提升6个 dB， 回中。现在尝试音乐模式，衰减6个 dB， 回中，提升6个 dB， 回中。现在尝试自定义模式，衰减6个 dB， 回中，提升6个 dB， 回中。所以这2个旋钮在3种播放模式下都是可以起作用的。现在这个功能官宣资料上好像没有提到。用蓝牙播放一段音乐，卡农座输入可以混进来， TRS 输入可以混进来， RCA 输入也可以混进来， AUX 输入也能混进来。也就是说，这5个输入通道是支持多路混音的，所以你不用经常去重新连接信号线。一般情况，前面的 AUX 接口和后面的 RCA 接口是民用音频接口，接收的是负10 dBV 的民用音频信号，有效值电压是在 0.3 伏多一点。官宣资料讲
AUX 和 RCA 的输入灵敏度是 0.6 伏和 0.7 伏，但是很多设备的耳机接口输出的并不是负10 dBV 的信号，因为它们是耳机驱动信号，而不是这种音频线路输出信号。这个音频文件播放1000赫兹，音量是负 0.1 dBFS， 也就是最大的数字音量。然后我把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，用耳机接口播放这个音频文件，连接示波器来捕获这个音频信号，播放，暂停。测量到峰值是 1.7 伏，有效值是583毫伏，很接近 AUX 输入的600毫伏，但是还没有超过。现在用 iPhone 播放同一个音频文件，同样的还是把音量开到最大，播放，暂停。iPhone 的峰值测到有 2.75 伏，有效值 iPhone 是960毫伏，刚才那个手机是583毫伏。iPhone 的960毫伏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它们的输入灵敏度。这两个平衡输入接口一般是专业音频输入接口，接收的是正4 dBu 的专业音频信号，电压刚好是1228毫伏，比起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 0.3 伏要大很多。这是一个平衡传输的正4 dBu 的专业信号，频率1000赫兹，有效值 1.228 伏。对于平衡传输，上面的黄色波形是正信号，下面的青色波形是负信号，中间的蓝色波形是正信号减掉负信号的合成信号，也就是音箱内部得到的实际信号。记住这个蓝色波形。如果你用这种转接头把非平衡的 RCA 输入插到 TRS 平衡输入，那么输入的信号首先没有下面青色的这个负信号，然后上面的正信号也只有负10 dBV。然后看蓝色的波形，这是音箱内部得到的最终信号，比刚才正4 dBu 小了很多很多。所以不要抱怨把 RCA 接到平衡输入接口以后音量会很小，因为你用错了设备。现在的黄色波形是从这里发送给 MR5BT 的输入信号，下面的青色波形是录音机回路的信号。现在先测试前面的 AUX 输入，看我现在输入一个过大的信号，回放的音频已经发生了失真，和上面不一样了。现在是1000赫兹，试探下来，峰值在5伏的时候回放没有失真，100赫兹也没有失真，20千赫兹输出也没有失真。现在切换成 RCA 输入，RCA 输入20千赫兹，峰值5伏，输出没有失真，1000赫兹输出也没有失真，100赫兹输出也没有失真。切换到 TRS 输入，启动 TRS 输入的100赫兹，峰值5伏，输出也没有失真，1000赫兹输出也没有失真，20千赫兹输出也没有失真。最后切换到 XLR 卡农座输入，开始扫描，启动输出，暂停。20千赫兹，峰值5伏，输出没有失真，1000赫兹输出也是没有失真的，100赫兹输出也是没有失真的。所以 iPhone 耳机孔输出的960毫伏是远小于峰值5伏的，这个超标的信号并不会让 MR5BT 失真。输入信号峰值5伏是大于正4 dBu 专业信号和大于负10 dBV 民用信号的峰值的，所以这4个模拟输入通道你可以无脑的对接民用和专业的音频设备，不会出现明显的失真。连上蓝牙以后，你就可以对 MR5BT 进行各种设置。这个 APP 和旋钮是联动的，
你还可以对音箱进行各种设置，包括左右声道的配置、LDAC 的设置、提示音以及关机，还有断开蓝牙等等操作。你还可以进行声学调教，比如低频切除、空间声学，还有桌面反射的控制。自定义模式里面可以对均衡进行微调，这次可以对9个频点进行调整。不止一次有人问我，左右声道的音箱可不可以交换位置？主音箱的电源旁边有一个右声道的标志，也就是说蓝牙的右声道和这个插孔、这个插孔还有这个插孔输入的音频会发送给主音箱。想要左右交换，对于蓝牙输入只需要在 APP 里面把主音箱设置成左声道，对于这3个输入只需要把信号线左右兑换。对于 AUX 输入，这根线里面有这样的3根线，你只需要把红白2根线交换位置，就可以把音箱左右兑换。注意看，这根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发出滴滴滴答的声音，你可以用这个来判断音频的延迟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你用蓝牙设备来收听的话，会有延迟叠加。我们先测试蓝牙的音频延迟。4个模拟通道的音频延迟是相同的，我们用前面的 AUX 作为代表来测试。M25BT 官宣的低音下潜是到46赫兹，所以还是测量这5个频点的最大声压级。模拟信号可以过载输入，可能会不太准确，所以我们用蓝牙输入来测试。音箱的音量开到最大，电脑的音量也开到最大。注意看，这个声压计测到的单位是 dBA， 是人耳感受到的声音大小。40赫兹有80 dBA 的音量，55赫兹有65 dBA 的音量，125赫兹有91 dBA 的音量，1000赫兹有105 dBA 的音量，8000赫兹有92 dBA 的音量。刚才的测试是在红灯模式，也就是监听模式下进行的，而且高低音旋钮也是回中的状态，所以看起来高低音比较平坦。但是别忘了，除了高低音旋钮，在 APP 里还能对高音和低音进行提升和衰减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完整试听我会把蓝牙和模拟输入交叉进行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2种输入的区别。高低音旋钮保持回中状态，播放模式保持监听模式，模拟输入用前置的 AUX。
0.13 Vc 是现在环境的辐射值，靠近 MR5BT 数值没有明显的变化。这个旋钮是塑料的，表面是电镀工艺。前面板有10颗销钉。副音箱的前面板要轻一点，有141克，只有这个位置能避开斜面，看到它的厚度。欣赏一下它的截面和内部，做的还是挺扎实的。这个最厚的地方有 2.8 毫米。这个是多功能旋钮，这是它的商标。这个是线缆的密封垫 ，AUX 和耳机的插孔。有没有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？这个是地线的缝合孔，可以让模拟信号在里面传输的时候保证屏蔽效果。中音单元是 3.5 寸的。名牌标注它的阻抗是6欧，实测交流电阻是 6.3 欧。高音单元是1寸的，名牌标注它的阻抗也是6欧，实测交流电阻是 6.4 欧。这次每个音箱里面用了2块吸音棉。看这里，中音喇叭给了一个独立的腔体，和高低音是分开的。MR5BT 的内部结构比以往都要复杂。副音箱的这块背板有 12.3 毫米厚。看副音箱的电缆入口，密封做的是挺到位的。低音扩散孔有4个，每一个的重量有27克。来看看它的截面，用料也是挺厚的。这个位置它的厚度有 2.2 毫米，导向孔也不逊色，重量有 92.6 克。导向管的内壁还是挺光滑的。截面的壁厚是比较均匀的，厚度有 2.9 毫米。现在这个低音扩散锥就比较容易取出来了。2个低音喇叭上面还有2块吸音棉，这个是电源模块，隐藏在了中音单元的下面。注意看这里没有缝隙。还有里面也没有缝隙，这个塑料外壳是一个整体，这边还有这边会有抽芯，所以它的这个模具造价还是比较高的。整个扩散锥的重量有123克，这是扩散锥的截面，这个锥面的厚度有 3.2 毫米。低音喇叭是5寸的，这个是它的音圈，直径还是比较大的。名牌上看到它的阻抗是4欧，120赫兹下的交流阻抗是 4.9 欧。低音喇叭挺重的，有1342克。中音喇叭有658克，高音喇叭有165克。这个盒子也不轻，重量有149克。这个是盒子的截面，看起来挺薄的，实际上有 2.9 毫米。电源模块外面有一层铜箔，而且这里有一根飞线，
它跟主板的外壳是导通的，跟散热片也是导通的，所以这一层铜箔是有效的屏蔽层。看一下电源模块内部的做工，这是输入滤波电容、变压器、整流桥堆、MOS 管，这颗是光电耦合器，这是它的控制芯片，做工还是挺细致的。主板对密封的要求还是挺高的，看这里有一块很大的密封垫，把外面的接口全部密封起来。主板的背板是一块铝合金板，厚度有 1.9 毫米。这3个是功放的散热片，这2个是中音和高音，这个一定是低音。这2个是中高音的功放5802，这个也是5802，这个是低音的功放8625。这里是蓝牙的芯片，这边是一些电源，还有辅助元件。主板的做工还是挺细致的，在背面我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地线缝合孔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。它们的作用可以把地线连接在一起，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。2个箱体内部都有一个像这样的加强支撑杆，这个脚垫摸起来是硅胶的，粘上去的。脚垫的厚度有 4.5 毫米。我们把箱体切开，看一下里面的结构。这个是主音箱，这个是副音箱，它们的前面板都是一样厚的，厚度有18毫米。这里是底板，厚度有12毫米。这里是顶板，厚度也是12毫米。这边是侧板，厚度也是12毫米。主音箱的底板也是12毫米。从切开的截面看，箱体的密度还是比较均匀的，而且材料的颗粒很细腻。辐射仪放上去没有明显的数值变化，靠近电源模块也是一样的，没有明显变化。靠近主板也是一样的，没有明显的变化。虽然这个测试没什么意义，但是起码可以说明 M25BT 里面的材料没有电离辐射的元素。好了，这就是 M25BT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。有什么问题去评论区讨论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